今天咱们继续来聊这个素书的本德宗道章。这一章呢，我们上次其实已经聊了开头的这几句啊，就是至心笃行之术。然后呢，这个常莫常于博谋，安莫安于忍辱，先莫先于修德。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聊后面的这些非常发人深省的句子，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开始吧。咱们今天啊，就是还是先从整体上来把握一下这一章到底在讲些什么核心的内容，然后它有什么样的价值。这一章呢，它是以智为核心，然后展开的15句箴言。它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怎么去以道德为基础来行道。就是你心中的这个志向，它会决定你的命运，你德行的深浅。也会影响你这个道的实现的远近。所以它其实是不光是古人的一个智慧结晶啊，其实对我们现代人来讲，也可以让我们在这种比较浮躁的事态当中找到自己的内心的那个安定的方向。这个智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它的这个真谛到底是什么？然后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又有什么可以借鉴的意义呢？这个智呢，它其实在素书里面它是这样定义的，他说夫至心笃行之术，就是它是一个人内心当中自己去坚守的一个东西。它不是说我要去随波逐流，它是你要在这个纷扰当中和诱惑当中去找到自己的那个方向。那比如说这个上古的大禹，他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就是坚定他自己的这个治水的这样的一个志向。那他这个志向呢，其实就是他的使命，他要拯救万民于水火。那另外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商纣王，他本来也是有初心的，但是他后来被妲己这些人，就是他的欲望把他带走了，那他就无道了，那他最后就导致了国家的灭亡。这两个例子真的是非常的鲜明啊。对，那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学生他不是为了考试而学习，他是为了真的追求知识，那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智的体现。那比如说医者，他不是为了利益去诊断，他就是为了救死扶伤这个初心，那他这个就是他的智。那比如说创业者，他不是为了走捷径去欺骗，他就是为了真正的去做一个实事，那这个就是他的智。所以这个智呢，其实就是你内心当中的那个定见。你有了这个定见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做到所谓的独行。就是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不被左右。这个博谋，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然后它的本质又是什么？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又有哪些可以实际运用的地方呢？博谋呢，其实就是说你要有很深远的谋划。对，它不是说眼前的一个巧计，它是要看到未来的变化。那比如说这个张良，他辅佐刘邦的时候，他每一步几乎都是非常长远的一个谋划。无论是他劝刘邦不要去沉迷在这个秦宫的这个奢华里面，还是他在鸿门宴的时候帮刘邦脱险，还是他力主刘邦一定要定都长安，他都是非常有远见的看到了未来的局势。那这个项羽呢，其实他就是一个非常寡谋的人，他就是很看重眼前的利益。比如说他鸿门宴的时候，他就错失了杀掉刘邦的这个大好的机会，然后他后来又想要衣锦还乡，他就放弃了这个关中这个非常好的地势。所以他最后就导致了他的失败。看来这个博谋和寡谋真的是决定成败啊。对，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比如说企业他在做产品的时候，他要去调研用户未来的需求。他不是说我只看现在这个东西好卖，那我就做这个东西，那我可能很快这个热潮就过了，那我这个企业也没有办法长久。那比如说个人他在规划自己的职业的时候，他不是说我只看眼前的高薪，我还要去看这个行业未来10年有没有发展。所以这个就是博谋，它其实是一个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个人都是一个长久发展的一个智慧。所以它的本质就是要你每一步都要站在更长远的角度去看。
然后去布局。这个安于忍辱，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它的本质又是什么？然后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又有哪些可以实际运用的地方？安于忍辱呢，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能够在逆境当中去忍耐，去等待时机，它不是说你要去妥协，它是说你要通过你的隐忍来积蓄力量，然后来避开这个锋芒，那比如说这个勾践，他的这个卧薪尝胆，他就是通过这种忍辱来最后实现了复国的这样的一个志向，那包括这个韩信，他的胯下之辱，也是他能够忍小辱而最后成就了大的事业，那这个项羽呢，其实他就是一个不能忍的人，他最后在乌江自刎，其实他就是没有办法去面对自己的失败，他觉得他无颜见江东父老，所以他就放弃了东山再起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其实他的这个楚国就彻底的覆灭了。所以这个忍辱有时候真的是一种很高的智慧啊。对，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比如说职场当中你被上司误解了，你不要去立刻就去辩解，你通过你的行动来证明你自己，那比如说你在生活当中跟你的家人有一些争执，你先退一步，不要去跟他争执，那比如说你在网络上遇到一些喷子，你不要去跟他对喷，你就是保持你自己内心的平静，所以这个忍辱呢，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你要给自己的内心留下一些空间，你才能够真正的安宁。那这个先于修德，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它的本质又是什么？然后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又有哪些可以实际运用的地方呢？先于修德呢，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要走在前面，他必须要以修德作为他的基础，那这个德呢，其实就是你内心当中的那种向善的力量，它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吸引力，来吸引大家，那比如说这个周文王，他就是通过修德，他重视农桑，然后减轻赋税，礼贤下士，他就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和诸侯的归心，所以最后就三分天下有其二，那这个夏桀呢，他就是不行德政，他最后就失国了，所以他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看来这个修德真的是关乎成败啊。对，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比如说企业家他有诚信之德，那他的客户就会越来越多，那比如说这个学者他有求真之德，那他的研究成果就会被大家认可，那比如说一个普通人他与人为善，那他的人脉就会越来越广，所以这个其实《论语》里面讲的德不孤必有邻，就是你修德的本质其实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值得被追随的人，那你自然就会走在前面。这个乐于好善，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它的本质又是什么？然后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又有哪些可以实际运用的地方？乐于好善呢，其实就是说你内心的那种真正的喜悦，是来自于你去行善。这个善呢，就是你发自内心的去帮助别人，那这个范仲淹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治义田来救济族人，然后他实行新政来利国利民，他兴办学堂来培养人才，他其实就是以百姓之心为心，所以他最后去世的时候是四方闻者皆为叹息，所以这个就是好善的力量，那包括这个东汉的郭巨，他的这个埋儿奉母，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故事有一些极端，但是他其实也是在宣扬一种孝善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你会得到一种内心的安宁，和上天的眷顾。这两个例子真的是非常的感人啊。对，那你说有没有那种
相反的例子，就是不行善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有啊，比如说和珅，他聚敛了那么多的财富，但是他最后也是被赐死，然后他的家产也被抄没了。那包括现在的一些富豪，他偷税漏税，克扣员工的工资，他其实也是每天都活在担心被曝光的这样的一个阴影里面。所以他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快乐。那我们现在的人，其实你去行善，不一定说你要做那么大的事情，你可能就是给老人让个座，或者说你帮邻居拿一下快递，这些小的事情，其实你都会感觉到一种温暖，和踏实，所以这个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道理。这个神于至诚，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它的本质又是什么？然后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又有哪些可以实际运用的地方呢？神于至诚呢，其实就是说你能够达到神明的境界，是因为你有极致的真诚。这个至诚呢，就是你内心和外表是合一的，你没有任何的虚假。那比如说诸葛亮，他的这个白帝城托孤，他就是对刘备的这个嘱托做到了极致的真诚。所以他后来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真心，换得了百姓的怀念和后人的继承他的志向。那包括这个继子挂剑，他也是就是把自己内心的这种承诺，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所以他就是也是一个至诚的一个典范。看来这个至诚真的是感天动地啊。对，那你说有没有那种相反的例子，就是不真诚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有啊，比如说这个王莽，他就是前期的时候伪装的非常的节俭和仁善，但是后来他就篡位了，所以他就是最后也是身败名裂。那包括现在的一些网红，他就是伪造自己的慈善人设，最后被曝光之后也是一败涂地。所以这个就是你不真诚，你可能会得意一时，但是你没有办法长久。那我们现在的人，其实你要修这个至诚，你不需要说我要做什么大事儿，你可能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言出必行，对你的朋友，对你的家人都是这样，包括你在工作当中，你向上级汇报的一些数据啊什么的都是真实的。那这个其实就是你在践行这个至诚。那这个明于体悟，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它的本质又是什么？然后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又有哪些可以实际运用的地方呢？明于体悟呢，其实就是说你要能够体察万物，然后从中获得智慧。这个体悟呢，就是你要深入的去探究，去感同身受。那比如说这个李时珍他写《本草纲目》，他就是亲自去观察这个穿山甲是怎么吃蚂蚁的，他亲自去尝试这个曼陀罗花到底有什么功效，他还亲自去这个齐州的龙峰山去观察这个奇蛇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所以他最后才写成了这个东方医药据典。那包括这个孔子他观水悟道，他也是从这个水的特性，领悟到了很多人生的哲理和处世的智慧，所以它被称为万世师表。看来这个体悟真的是开启智慧的一个钥匙啊。那你说有没有那种相反的例子，就是不体察万物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有啊，比如说这个赵括，他就是只会纸上谈兵，他不去分析当时的实际的局势，所以他最后就导致了长平之战的惨败。那包括现在的一些管理者，他就是只看报表上的数据，他不去了解员工的需求和市场的变化，所以他最后就导致了企业的亏损。那我们现在的人，其实你要去体悟，你也不需要说我要去做什么大的研究，你可能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去观察你身边的人，比如说你观察你的同事他有什么样的特点，那你就知道怎么跟他更好的相处。你去感受季节的变化，那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去顺应这个自然去生活。
这些其实都是体悟的智慧。这个急于知足，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它的本质又是什么？然后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又有哪些可以实际运用的地方呢？急于知足呢，其实就是说，你懂得知足，你就会吉祥。这个知足呢，其实就是你对于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感恩。然后对于你额外的欲望能够克制。那比如说这个汉文帝，他就是非常的节俭。他自己穿粗布的衣服，他也不让他的夫人穿那种很长的裙子。他要建一个露台，他都觉得太贵了，不建了。所以他最后就是开创了这个文景之治的盛世。那包括这个胡九韶，他每天就是非常的清贫，但是他还是感恩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他觉得自己很幸福。所以他最后也是善终了。看来这个知足真的是带来安宁和福气啊。对，那你说有没有那种相反的例子，就是不知足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有啊，比如说和珅，他就是贪得无厌。他最后就被赐死了，然后他的家产也被抄没了。那包括现在的一些官员，他就是贪污受贿。最后也是身败名裂。那我们现在的人，其实你要知足，你不需要说我要像汉文帝那样节俭。你可能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分辨清楚你哪些东西是你需要的，哪些东西是你想要的。你比如说我房子够住了，我就不需要再去追求更大的房子。我工资够花了，我就不需要再去跟别人攀比，一定要拿更高的工资。你把这些东西你的欲望厘清了之后，你就会减少很多焦虑。你就会生活得更加平和。这个苦于多怨，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它的本质又是什么？然后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又有哪些可以实际运用的地方呢？苦于多怨呢，其实就是说你欲望太多了就会痛苦。这个多怨呢，其实就是你贪得无厌的那种念头。你就会永远都在求不得当中循环。那比如说这个《红楼梦》里面的贾瑞，他就是对于王熙凤的这个欲望，让他执迷不悟，最后就是送了命。那包括我们现在的人，其实你比如说你既想要高薪又想要工作轻松，那你可能最后就高不成低不就，你很焦虑。或者说你既想要顾家庭又想要拼事业，那你可能最后就两边都顾不好，你很愧疚。看来这个控制欲望真的是获得幸福的一个关键啊。那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吗？有啊，比如说陶渊明他不为五斗米折腰，他就回归田园了。他虽然物质上很清贫，但是他的内心是自在的。那包括现在的一些人，他们追求极简主义，他们就是通过断舍离，来减少自己生活当中不必要的欲望，然后专注于自己真正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就会内心比较充实。那我们现在的人，其实你不需要说我要去归隐。你可能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把你的愿望列一个清单。你去分清楚哪些是你必要的愿望，哪些是你想要的愿望，哪些是你虚幻的愿望，就是完全是为了攀比的。你把你的愿望排序之后，你就去先满足必要的，再去看想要的，把那些虚幻的去掉，那你就会减少很多纠结，你就会生活得更加从容。这个素书的本德宗道章，它其实就是在讲这个智的修行。那你觉得它的核心智慧到底是什么？然后它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这一章呢，它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怎么去以道德为基础，然后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它其实里面讲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你要有广博的谋划，你要能够忍辱，你要去行善，等等这些方法。那其实它的核心就是告诉我们要遵循道德。它也讲了，如果你背离了道德，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其实它的这个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讲，就是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还是国家，它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要修德少欲，要博谋知足，
这样的话才能够走得长远。行吧，今天咱们聊了这个素书的本德宗道章啊，从这个智的修行到这个德的重要性啊，再到一些具体的，比如说博谋啊、忍辱啊这些方法啊，确实是让我们受益匪浅啊。素书里面给我们指出的7种人生的陷阱，以及我们该如何避开这些陷阱的方法。这个话题挺有意思，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咱们先来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素书里面的这7句箴言真的能帮助我们避开人生的灾祸吗？对，因为这7句箴言它其实就是点出了我们人生当中常见的7大陷阱嘛。比如说什么精神涣散啊，比如说什么生活没有规律啊，比如说什么苟且获利呀，对吧？它其实就是说你能够去洞察这些人性的弱点，洞察这些命运当中的暗礁，你才能够平稳的去度过你人生当中的这些风浪。精神散了，真的人生就垮了吗？对，这个就是他其实在素书里面讲的，就是精散了，就是人最悲哀的事情。因为你的这个精啊，它其实就是你生命的能量和你意志的核心。你这个精如果能够聚的话，它就是光明的。你这个精如果散的话，它就是幽暗的。你这个精如果是聚的话，它就是坚韧的。你这个精如果是散的话，它就很容易断。听起来确实挺严重的。对啊，你比如说唐玄宗，他其实早年的时候就是励精图治嘛，他就是开创了开元盛世，但是他晚年的时候就是沉迷于声色，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精神全都消耗在了这些享乐上面，又胡乱的去猜忌一些大将啊，导致就是发生了安史之乱嘛，他就从一个盛世就一下子跌到了谷底，对吧？你再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的王阳明，他其实在龙场的时候，他就是把自己的精神全都专注在悟道上面，所以他就能够在这种困境当中实现自己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包括他后来在很多就是战事上面，包括他在处理一些政务上面，他都是非常专注的。所以他才能够建立那么大的事功。生活没规律真的会让身体垮掉吗？对啊，这个就是他在素书里面讲的，就是病莫病于无常嘛，就是你这个生活没有规律是一切疾病的根源。因为我们人这个身体啊，它就像一个钟表一样，它是有自己的节奏的。你如果说该睡的时候不睡，该吃的时候不吃，那你这个齿轮啊，它就会磨损的很快，然后疾病就会趁虚而入。有什么比较鲜明的例子吗？有啊，你比如说秦始皇，他其实就是统一6国之后，他就是为了权势，他也很焦虑，然后他又要去寻求长生不老，他就是作息也不规律，饮食也不规律，情绪也非常的焦虑，所以他其实50岁就死了，而且他死的时候就是非常的仓促。你再比如说苏轼，他其实就是他的一生也是宦海浮沉，但是他一直都是坚持作息非常的规律，饮食有节制，情绪也非常的平和，所以他就是最后也活到了66岁。这个其实在宋代那个平均寿命只有30-40岁的时代，已经是非常非常高寿的了。走捷径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格局吗？对啊，这个就是他在素书里面讲的，就是短于苟得嘛，就是你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得一些利益，其实是非常短视的行为。因为你只是看到了眼前的一点点的好处，但是你却失去了长远的更重要的东西。有什么历史上的例子可以说明吗？有啊，你比如说西汉的邓通，他其实就是靠阿谀奉承，然后得到了汉文帝的宠爱，汉文帝就赐给他铜山，让他可以自己铸钱，所以他就一下子就暴富了。但是他其实非常看不起那些贤臣名将，最后汉文帝死了之后，汉景帝即位就把他的家产全都没收了，他最后就饿死街头了。你再比如说范仲淹，他其实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的拒绝接受那些馈赠啊，他始终都是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为老百姓做事上面，所以他最后就是成为了一个千古名臣。所以他这种格局就不是邓通可以比拟的。心术不正真的会让人生陷入黑暗吗？对啊，这个就是他在素书里面讲的，就是幽默优于贪比嘛，就是你这个人如果又贪婪又卑鄙的话，你肯定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因为你的这个贪啊，它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填满的坑，然后你这个比呢，就是你会不断的去降低自己的底线，所以最后你就是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把自己的人生全都毁掉。听起来确实挺可怕的啊。对啊，你比如说明朝的严嵩，他其实就是年轻的时候也是很有才华的，但是他就是因为权力，
然后变得非常的贪婪和卑鄙，他就是陷害忠良，卖官鬻爵，什么都干。最后他的儿子被斩首，他自己也被削职为民，最后就是寄食在一个墓舍里面，最后是活活饿死的。你再比如说林则徐，他就是非常的清廉自守，他也严禁鸦片，他甚至在自己被流放的期间还为老百姓修水利呀，做了很多好事，所以他最后就是名垂青史。所以他这种光明磊落就不是严嵩可以比拟的。自负真的会让一个人陷入孤立吗？对啊，这个就是他在诉书里面讲的，就是孤莫孤于自恃嘛，就是你这个人如果太自负的话，你就会陷入孤立，因为你总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然后别人都不如你，所以你就会把别人都拒之门外，最后你就是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听起来确实挺可怕的啊。对啊，你比如说项羽，他其实就是非常的自负，他觉得自己力能扛鼎，然后非常的有才华，但是他就是非常看不起诸侯，看不起那些谋臣，所以最后导致韩信也离开了他，陈平也离开了他，最后他就是垓下被围的时候就剩下他自己了。你再比如说刘备，他就是非常的谦逊，他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他也非常的尊重赵云啊等等这些人，所以他最后就是让这些人都对他非常的忠心耿耿。所以他这种成就就不是项羽可以比拟的。疑心太重真的会招来危险吗？对啊，这个就是他在诉书里面讲的，就是微莫微于任疑嘛，就是你这个人如果随便去怀疑别人的话，你肯定是会有危险的，因为你这个怀疑啊，它就会像一个毒瘤一样，慢慢的去侵蚀信任，然后最后让你的团队或者说让你身边的人全都离你而去。听起来确实挺严重的啊。对啊，你比如说崇祯皇帝，他其实就是非常的多疑，他在位17年换了50个内阁大学士，然后他还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把袁崇焕给杀了，所以导致就是整个朝廷里面就是忠臣都没有办法立足，最后他就是李自成打进来的时候，他就是孤立无援，最后只能自缢美山。你再比如说唐太宗，他就是对于他的大臣是非常信任的，你比如说魏征，他就是经常会直谏他，但是唐太宗依然非常的信任他，所以最后才能够开创贞观之治这样一个盛世。私心太重真的会导致失败吗？对啊，这个就是他在诉书里面讲的，就是败莫败于多思嘛，就是你这个人如果私心太重的话，你肯定是会失败的，因为你总是想着自己的利益，而忽略了整体的利益，所以最后你就是会让大家都离你而去。有什么历史上的例子可以说明吗？有啊，你比如说项羽，他其实就是他进了关中之后，他就是为了自己的享乐，然后把秦王子婴杀了，把阿房宫烧了，把这些财宝和妇女都掳掠了东归。他在分封诸侯的时候，也是把好的地方都留给自己的亲信，导致就是很多功臣都非常的不满意，所以最后就是有很多人都背叛了他，最后他就是垓下之围，乌江自刎。你再比如说刘邦，他进了关中之后，他就是跟老百姓约法三章，秋毫午饭，他也非常的论功行赏，所以他最后就能够得到大家的拥护，最后就成就了帝业。诉书里面的这7句箴言真的可以帮助我们过上更安稳的人生吗？对，因为他其实这7句箴言就是告诉我们要专注，要守律，要正直，要廉洁，要谦逊，要信任，要公心，就是它其实就是人生的7道防线。你把这些东西都做好了之后，你就不会精神涣散，你就不会生活没有规律，你就不会去走一些不正当的捷径等等，你就不会犯这些错误，所以你才能够平稳的去度过你人生的航程。好了，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诉书里面给我们指出的这7种人生的陷阱，以及我们该如何去避开这些陷阱的方法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